这次的个展名称叫做易碎体质，它其实是来自于这个世代我们感受越来越细腻的关系，所以很多的人他会拥有更多的感受力，那也来自于更细腻的心识，很容易会变成是某种玻璃性。那我觉得这也反映了现在这个世代越来越在乎关注关于我们心里的想法。在我接触陶瓷的这个材料跟材质的一个个性的时候，关于瓷的这个语汇，而且非常的可以连接到我自身的个性，还有创作，以及我所谈到的易碎的一个身份。此次的一个易碎，我把它探讨的是我小时候的无能为力，跟我长大过后在成长过程当中所面临到的一个性的欲望，还有关于性的一个压抑，用词的一个材质转换成这样子的作品。在雕塑的一个成型，不只要在乎的是外在的构图，其实内在也是更需要去知道说它的骨骼或者是它的结构，哪一种土的性质，哪一种土的材料更接近我内心的一个自我的时候，瓷土的话，它可能是比较纤细、比较中性，在高温烧成之后，它是很坚硬的一个材料。我就觉得说瓷的这个个性，它跟我自己本身契合度是蛮高的，它的一个成型的难易度，跟它的易碎的一个体质，其实都蛮符合我这个人的本体。体质其实也是在说明我自己的一个代表，这样子。关于颜色来说，会比较偏向粉嫩色系，觉得说这样的色系它是非常符合我想要传达关于忧伤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忧伤它并不是浓郁的，它是一点一滴慢慢累积的。我的一个展览的一个形式，它其实是我跟画廊讨论之后，我们共同共识的一个样子，借由儿童房的一个空间，让别人能够去连接到这种像是成长历程或者成长阶段的一个过程。双生系列的作品大部分都是闭着双眼的，我想要传达一种可以让观者静静的去凝视它，去感受它，在闭眼的一个宁静的一个外在底下，它是很容易能够去理解，或是很容易能够用心去感受这一个雕塑它想要传达的讯息是什么。另外一个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会去将这样子雕塑连接到我的双胞胎弟弟，因为他离开的时候其实是小婴儿的时候，那他也是闭着双眼的离开，我也是小孩子，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想象的力量它是非常大的，就是可以借由这样子天马行空的一个幻想，再加上自己内心的感受，能去模拟出当时的一个情感。二楼的一个空间，我想要传达的是一种游戏式的一个概念，就是静放着各种不同的玩具。那这种不同玩具可能是每一种不同的人，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形象跟他的一个寄托品。玩具作品这次设计，它不只有成人玩具的意象在里头，它有一些少女变声器的一个线索。这次的每一件雕塑，它都会搭配一个陶瓷玩具。那当初会这样子做一个发想，其实也是画廊这边，他希望我去找寻以前，去将两者连接，在他们使出魔法棒或是呼喊出他们变身的口号的时候，好像变身了。变着变着，人就长大了。